OK， 现在我们终于要来做这一台 All New Proton Saga 的油耗测试了啦。油耗测试的方式非常简单。现在这辆车呢，在我的手上已经开了598 km ODO 里程啊。这个 ODO 里程呢，我们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现在我会把油箱加满，加到它跳枪2次过后，我会把这辆车走 Highway 从 KL 开回 JB， 大概是300多公里。接着我会在 JB 继续 City Drive 这辆车，用到它亮灯为止，然后再用 RON 95打回去，打到它跳枪2次，就可以知道我在这个过程中用了总共多少 liter 的车油，来走了多少 km 的里程。也就是讲，在我下一次打油的时候，我会记录它的 ODO 里程数，再减掉现在的598公里，就知道一箱车油这辆车可以走多远，然后每公升可以走多少公里，这个才是一个最准确的算法。meter 上面当然也会有显示，但是那个是行车电脑所计算出来的一个数据，我们不确定那个数据是不是快乐表，所以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测呢，应该就是最准的了啦。那现在我们就先把油箱加满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油箱刚刚加到 max 了吗？用光它的油，然后再来算我们用进这一桶车油的时候走了多少 km， 就知道这辆车的油耗表现是怎样了啦。漫长的行驶过程我们就省略，我们等到明天或者后天把车油用完的时候，再来为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油耗报告啦。Let's go。OK， 我们昨天打满车油，一路从 KL 南下来到现在的 Johor Bahru， 那把车开到这里来行驶了300多公里，在这个油量表上面可以看到它的刻度在一半，也就是讲我用半箱的车油啊，就可以把车从 KL 开到 JB， 而且我们不是一路走80、90、100那种，为了拿到很好的油耗数据，我们开慢慢，没有啊，在我们的频道只有真实，所以我们一路都是开110或以上，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开到更快啦哦。我甚至知道这辆车的极限是多少了。如果你是车主，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 try 一下，可能你不会那么高兴。大家都觉得新引擎应该要可以跑200、180，我直接就告诉你没有啦。这辆车它不能加那么快。当然，它是一台家庭式的车，它不是一台赛车，你不需要去追求有非常强劲的速度跟动力。没有啊，这辆车它不是那个可以加200的车，它只可以加100多这样子啊。OK， 我们昨天做了测试，这辆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确实风噪声还蛮大的，没有办法啦，不到4万块你就可以买到这辆车了啊。虽然我的是 Premium 版本，但是本质上不管是 Standard 还是 Premium， 它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车身，一样的引擎，一样的隔音系数，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了啦。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价位买到这样子的一台车。讲噪音方面，就要提到一点，就是 Proton 的车一般上在组装品质方面都会给人家比较顾虑啦，就是觉得新车可能都会有一些老鼠声啊、咿啊、滴滴滴啊。确实，这辆 All New Proton Saga 还是有的，但是比起之前的产品，我觉得是好很多了啦。现在唯一我觉得有点听到不爽的就是我的后面的门板里面有一点点声音，这样子。这辆车其实在大改款过后，它确实是有做到很多改进、很多进步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去给它一个赞的。就好像你家的小孩子，可能他1年级成绩不好，2年级成绩不好，3年级成绩不好，他4年级成绩好的时候，你也是应该要称赞他吗？对不对？不是他1年级、2年级成绩不好的时候，他4年级、5年级成绩好了过后，你还在鸟他，这样子就不对嘛。所以 Proton 我们也是希望它可以越做越好，让它好好的发展下去，把更好的东西带给我们。那这辆 All New Proton Saga 呢，在油耗表现方面，我们今天还没有做到最完整的测试啊，我们只是从 KL 加下来，从原本的598 km 开到现在的933 km， 我们的油箱还有一半的车油。行车电脑显示我还可以走224公里，我不确定它准不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把车油用到亮灯，再去把它加满，再看一下这里的数据是怎样。不过有一个重点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我的车连了一个 very good 的隔热膜，所以呢我的这个冷气就不需要开到那么的冷，它也可以保持更加舒服舒适的一个车内空间的环境。那我这个隔热膜是什么牌子呢？相信一直有在看我频道的朋友就知道了，我一定是找我们 Johor Bahru 的 Excellent Team 帮我处理的啦。那现在就把画面带到去到 Excellent Team 连这个隔热膜的时候是用了什么样式
什么款式的隔热膜啦。而且等一下的内容啊，还有一个超级好看啊！不要以为贵车才粘贵的隔热膜，便宜车粘不用很贵的隔热膜，像我现在这一套也不是很贵，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不管你是开什么等级的车，5万块以下、4万块以下的车都不要紧，我觉得这个隔热膜真的很适合你们。我们现在废话少说，直接 Let's go。来年订的呢，当然就是要来找我们的 Jason 啊。Jason，那边啊。就是在 Johor Bahru Kebun Teh 这边的 Excellentin， 这个 Excellentin 啊，一直有在看我频道的朋友肯定是不陌生啊。我之前的车啊，全部都是 Excellentin 帮我搞定。可是呢，我之前的车啊，很多台都是超过10万的，就是比较贵的车，所以我粘的那个纸，我的要求啦，我就放比较高。可是因为这一辆是一个便宜车啦，就是不到5万块你可以买到这台车，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隔热膜啊，也是说那个当红的一个产品，EVSing 他们的阿夏也是来粘了同款的。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怕的，懂吗？因为哇，我每次用的都是最高端，这样我如果 drop 一下，我会不会不习惯？可是我特地为了这个疑虑，我打电话去问 EVSing 啊 ，EVSing 讲是他用过可以讲数1数2好的隔热膜，所以你来讲一下今天我们上的这个隔热膜啊，跟我之前粘那种最高端的有什么差别？所以之前我们用的一路来都是 LX， 我们讲的铁质纸 Sputter， 当然它有热度反射，缺点就是贵啦。现在我们粘的这一个叫 Black Phantom， 它就没有这一个问题，它是属于 Nano Ceramic 里面比较好的，也是属于一个顶尖的啦。对，它的隔热效果数据全部其实跟 LX 差不多，但是因为它的 material 不一样，没有那个热度反射，所以价钱也被压下来。对，在画面上面看呢，其实很抽象的，因为你们听我们讲解啊，感受不到那个热啊，所以呢，我最推荐的还是你们大家直接到现场这边来，可以用他们的这个专属仪器来做测试。当然，你可以看到很够力热的灯啊，我不懂叫什么红外线灯还是什么，然后我们是整个人站进这个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得到每一片镜子用上不同的隔热膜，人站在里面，那个 heat 啊，那个热度进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可以更加直接的体验到那个热能的传导会被阻隔掉多少。所以我的 Saga 粘的那一个呢，我已经做了测试了，我真的是觉得肯定是 very good 啊。换一个好的顶灯，其实也是在变相的省钱，因为你车不用开比较大的冷气，你的车就没有那么大的输出负担，就不用耗那么多油，你的冷气 compressor 寿命也会变长，你的车也可以用更久，又省钱又舒服。所以今天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你想要抄我的功课啦，也可以来找我们的 Jason， 我会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留言置顶区那边我都会放。然后现在你看到这边出现一排字嘛 ，screenshot 下来啊 ，send 去他的 WhatsApp 会有一个无敌 best price 啊，大优惠。然后你拿到的这一个隔热膜还是正品 Solagard 的 Black Phantom， 不是讲到时候给你一个杂牌的东西粘上去没有。然后讲到杂牌啊 ，Malaysia 便宜车通常都会粘便宜的隔热膜，可是其实啊，有研究显示啊，越便宜的车在同一个 owner 的手上，它的使用周期是比贵车来的更加久的。如果你要用这台车用个9年、10年、15年、20年，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个好的隔热膜？这样你在这个使用周期里面架起来会比较舒服嘛？你连那个188、288的话，可能刚开始有效果，可是3个月后、半年后，隔热效果系数降低了，然后你那辆车又要用5年、8年、10年、20年呢，这样你不是要辛苦很多年？红标啊，最常见的后面起泡，可是很多观众他们就在想了 ，warranty 的嘛，我即使是连288、388还是有 warranty， 但是这个东西又触及到一个痛点了。我身边真的有发生啊，就是有些纸烂了，然后要换纸嘛，可能你们会问他，怎么你不要拿去 warranty？ 因为那个店打爆了，这间店在Kebun Teh 10多年，在 Permas 也开了一间新的旗舰店，所以这个信誉保证，所以我们要找人粘隔热膜，用了舒服，用了好，有 warranty， 品质保证 ，Excellentin， 找Jason。OK， 现在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 Proton Saga。OK， 终于来到打油环节了。我们的车呢，现在目前 ODO 里程数是941公里，车油是用到剩下不多啦，但是也还没有亮灯。不过它的那个进度条已经变红色了，所以我觉得也是时候来打油了啦。我们就直接给它一个 full tank， 一样我们会让它自动加到跳枪2次。
跳枪第2次了，一共是打了27.76 L 啦。这台车的油箱呢是40 L 啊，也就是讲我用到它红线了过后啊，里面还有13 L 的车油啊。现在我们要算的就是从那天我们打油的时候的 ODO 里程数跟今天的里程数之间是多少公里，然后我们再来除以27.8 L 的汽油，我们就可以算得到每公升汽油可以走多少公里了啦。OK， 刚刚我们打了55块的汽油，也就是27.8公升进去。那在我们把这个数学题算出来之前呢，我先要强调一遍了，我们在测试这一台车的油耗数据的时候呢，这台车还是一台新车，所以它还没有充分 run in， 所以现在拿到的成绩不是最准的成绩。再来就是我们的使用情况，在 highway 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加慢的，我们加的都比较快一点点。除了 highway， 我们的城市使用方式呢，也是遇到了雨天啦、塞车啦，还有一个非常吃油的情况，就是我们会停着 start the engine 做拍摄，可能一停就是半个小时、45分钟，甚至1个小时，所以有很多汽油燃烧掉是没有增加里程数的。所以现在就要来揭晓了，这台车官方的油耗数据是每 4.9 公升可以走100公里，但是我们做到的成绩是8.1公升走100公里，也就是每1公升可以走12.3公里，比起官方给的油耗数据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是正常，每一家车企都会跟实际使用出来的这个数据有出入。但是这台车我们还是要强调，它还是新车，还没有 run in， 所以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多次的做这种油耗测试。当然除了拍影片讲解，我们还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page、我们的 IG 更新，所以记得一定要 follow我们的 Facebook page、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 website， 还有小红书啦。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这个还没 run in 的油耗表现，你们觉得怎么样？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